飞机飞过。这条河呢叫六磊塘，好像进到了一片森林啊，鸟语花香。我的右侧呢就是这些农民的屋村，像这样在乡间啊随意的骑行，我觉得感觉非常之棒。这边像一块世外桃源了，对面的高尔夫球场的沙坑，看到这个岸边啊，还有造型各异的各种雕塑的作品。嗨，大家好，现在呢我在其中村六磊塘一座小桥上啊，在这边再流连片刻。然后从这边呢开始我回家的骑行。今天天气非常温和，但是呢又不热，而且有一些微风，感觉特别的舒畅。我眼前呢就是农民的屋村了，看过去是其中八村。我站在这座桥上，头顶上有飞机飞过。这条河呢叫六磊塘，还是蛮宽的一条河流。我对面呢还是这条河，这条河上也建了好多的桥，感觉非常的舒适。这种环境呢也不是谁都可以有这种机会来居住的。好了，我现在呢就从这座桥上出发，开始我回程的骑行。对面是国家法官学院。牌匾写着里面是其中12区。这条桥的左侧呢就是其中高尔夫球俱乐部，我们到里面去转转吧。好像进到了一片森林啊，鸟语花香。其中12区。这边你看，河网纵横啊，我也叫不出名字的，不知道什么河，应该是那个学校的孩子骑着车回家了。有一种英国的这种乡村的景象啊，确实有点像，连那个学校也是英式教育的学校。哦，这条路开通了，以前这条路是堵着的，稍稍骑一段吧。一直前面呢就是那个学校，现在把这条路打开了啊。我的右侧呢就是这些农民的屋村，但是我刚刚听到那些从学校里面走出来的小朋友讲话的口音啊，都不是本地人。
前方呢就是曙光路，马路对面呢就是那家学校啊。我还在这边掉头发，感觉右侧还有一大片的荒地，可以建筑之用。像这样在乡间啊，随意的骑行，我觉得感觉非常之棒。在里面呢，就是私人的宅院了。山水四季别墅，但这边呢有一条小路可以到高尔夫球场的对面去观望一下。我相信右侧河边的这房子呢，就已经不是村屋了，应该是个山水别墅了。看到河里有一只鸟，不知道是不是叫语音的那种鸟呢？好像在搜寻它的猎物啊。这边像一块世外桃源呢。湖的对面呢就是球场，那些打球的人。所以那前面这个上面一个要干嘛的？相机。啊？相机。相机。拍照用的。啊。但奇怪啊，唯独这片的区域呢，没有把它修整成更像一个公园，就还是有一点大家都不管的一个区域啊。这里呢，绝对啊，就是有点这种英伦乡下的生活的那种氛围。只是呢，这些树林里头啊，我看那些路都是非常的乱啊，并不适合在树林里面漫步。
这座桥叫孟家桥。从这个桥上呢，就可以看到对面的高尔夫球场的沙坑。刚刚呢，就在它跟前观望了一阵啊，看到这个桥下停了一只船，这有点像跑运输、跑单帮那种。大家在一个合适的地方随便一停，开火做饭，说不定晚上也住着了。很不错啊，这个骑单车拉练，同时呢，又是到郊区来远足，我觉得挺好的，一举两得。右侧呢就是其中村的入口，看得出来啊，当地政府还是很会想办法。首先呢，满足了这些村民们的对于美好生活的这种要求，统一规划设计建造的房子应该是一流的，这样呢就可以使得把集中起来的土地呢进行再开发、再利用。然后呢，这些土地转让或者出租等等吧，又可以带来一些红利，又可以有一部分呢反馈给村民，来帮助他们的生活，所以使得这些村民呢就可以靠他们以前祖祖辈辈分到的土地啊，最后呢就可以过上一种衣食无忧的生活。只是对于未来他们的下一代、下二代，那将来到底如何呢？那就只能顺其自然，或者呢只能是听天由命了，完全取决于自己的努力了。这边有闵行2路的公交车。村里专门做了健康步道，做了大花园，做了那些孩子玩的游乐场。看到这边呢，有一个马桥镇其中村的一个介绍啊，稍稍过来看一看。其中村呢，地处闵行区马桥镇的西北部，辖区面积1.76平方公里，共有12个街坊小区，总户数呢387户。你看啊，它现在有其中网球中心、其中花园高尔夫俱乐部、养云安曼酒店、德威德宏国际学校，哇，真的是非常不得了的一个农村。这个是它的一个图啊，你看，这个高尔夫球场占了一半的地方，
这边呢，除了有法官学院以外，还有一个检察官培训中心，也占了很大地方。应该说啊，得天独厚，其他的村子呢，可能没有那么好的运气啊。我的身后呢，就是刚刚经过的其中村啊，这块石头上3个红色的村民。其实后面呢还有一个花园，整个环境一流啊。但是我们呢，只是在这边经过一下而已。好了，现在呢，我转入到昆阳北路上。在此经过六类堂上的一座桥。右侧呢，就是其中花园高尔夫球俱乐部。就是从这边呢进入到高尔夫球场里面啊。这条昆阳北路呢建得也相当不错，左侧马路里面呢是一片湖，而这个马路的右侧呢都是一些豪宅，这里是华府天地。
这里呢就是其中网球中心了。我身后呢就是其中网球中心，在上海举办那些重大的网球比赛呢，一般都在这里，包括像上海公开赛啊、大师赛之类的，纳达尔、小德等等呢，都会在这边现身。所以，如果要想见到世界知名的网球名人呢，到这边来看比赛是一个很好的体验。好了，今天呢，我就把这边作为我今天骑行的终点吧。我就在前面呢，在昆阳北路上掉头回去了。看到马路左侧呢，又在大兴土木建了很多矮层的公寓式的房子。这个里面居然有一个寺庙叫白沃净寺，但是这个外面呢都在建设过程当中。这里呢门口还保留着一些菜园子，就普通老百姓种的菜在这边还不少。这个寺庙应该已经几乎是被荒废掉的一个寺庙，跟我前段时间去过的七宝寺等等那种大的寺庙呢不可同日而语。但是呢，它也是一种民间的信仰啊。不知道门前那些菜园子是不是那个寺院里面的僧侣种的呢？看来呢，这个白沃净寺是异地重建啊。原来呢是位于马桥昆阳路3251弄100号，建于明朝万历年间已经有400多年了。一样有大雄宝殿、观音殿、天王殿，就这些元素基本上一应俱全了。照样也有很多人在那边烧香礼佛，但是那些穿着袈裟的人呢，是不是正宗的出家的和尚，这个就未可知啊。还是门前这一片菜园显得比较实在，就老百姓呢还是愿意自己种一些，帮补一下家用改善一下生活。不管怎么说，我也到此一游了。好，现在再去找回家的路。
像以前的这种寺庙呢，都是他们自给自足啊，就自己这些僧侣们自己种粮食、种菜，然后呢，当然也会用那些花园得来的钱财呢，去老百姓那里采购一些生活用品。那现在这些寺庙的经营方式呢，我们也不是很懂啊，但我相信呢，最主要是接受捐款吧，就看有很多那种功德簿上啊，都记着谁谁谁某某企业捐助10万、几十万，普通老百姓呢捐助个1万、2万，那种买一个心安理得，或者要保佑自己的子孙、家庭平安等等吧，这就是信徒。那么据说呢，就有一些人打起了这些寺庙的主意，穿上了黄色的袈裟，干的呢就是普通的买卖。好，现在呢我又回到了昆阳北路上，换了一块电池啊，我们继续在昆阳北路上骑行。这边呢不知道什么时候啊，右侧马路里面呢又搞了一个绿道，应该就是一个跑步道吧。我记得前面右侧应该有一个湖啊，不知道现在还开不开。既然起了那么好听的名字啊，还是被它吸引到这个绿道上来走一段。更主要的呢是这边可以来到这个湖边的清水小平台上。眼前就是这么一个湖啊，很单纯的一个湖。除了有一些树木啊，也就没剩什么东西了。好，那我们往前走一段吧。只是呢，这条栈道上的木板啊破破烂烂，所以不让单车进来，我觉得也有它的道理。这弄得不好就会陷下去。
再次经过六垒塘桥，前方呢就光华路了，我们右转回家。现在呢，骑过直垒环路，看看能不能到河边去走走。再次来到了这条六垒塘河边。春天呢，你看啊，这些野草野花就随便的生长。这个河边的公园做得也不错啊。这边也做了一个什么禅院，陆垒禅院，这个是应该新建的啊。公元2019年建的。哦，这个禅院颜色很漂亮。我后面呢就是这个陆垒禅院啊，可能也是为了这条河滨的花园啊，就配套了这么一个禅院。中国很有意思啊，一边呢你看啊，生春堂畔的红色记忆，一边呢就是求神拜佛。中国的这种文化呢，也是一种混合型的，非常功利性的。这边写的各种法会，让你咨询法师，你要带上功德金来，大概是这样子的。但这个地方散散步还是很美的，就感觉在杭州的西湖边上啊，就有类似这样的建筑啊。很不错的一盘湖边的风景。到了这边呢就没有路了啊，只能骑到马路上去了。光寿无量。回去呢，我就不走回头路了啊！我现在左转到一条叫华西路的路上，马路两边呢也都是花园地带。这边一大片的呢都是新兴产业的园区啊，应该是下一波经济发展的引擎。现在呢，我左转到华宁路上了。前方应该就是京都路了。现在右转到京都路上，这边呢是上海市新庄工业区，以前呢就纯粹就是一个办工厂的区域了。
但是现在呢，可以看到，它其实正在脱胎换骨之中，有很多的工厂呢被淘汰，取而代之的呢是很多高科技元素的创业园，并且呢有政策的扶持，资金如果到位的话，完全有可能变成新一轮的经济引擎，所以这是一片非常可以期待的地方。转到这个嘉闵高架的下面啊，这个湖边呢有一条河道，好久没来走了，准备去走一段。这边做了一个主港艺术公园，到上面去走一段吧。一个湖边的小公园，还增添了一些艺术的造型啊。现在这种可以自由自在的闲逛啊，或者骑行江边的这种绿道啊，越来越多了。看到有人在跑步，有人在钓鱼。看到这个岸边啊，还有造型各异的各种雕塑的作品。还是蛮有诗情画意的河边的绿道。好，现在回到马路上，前方呢就是我的住处，不远了。今天呢一顿畅骑啊，从这边呢骑到了其中村，在其中村旁边啊这些绿荫底下，草坪旁边，还有村屋中间呢穿行。我觉得这是一条最佳的骑行道路，非常能够让自己不但得到身体的锻炼，也能有身心的愉悦。这是我非常想介绍住在附近的朋友可以来这边骑行。那今天呢，我
整个骑行就到这里为止吧。我们改日出行再见，谢谢大家一贯的支持，请大家呢还没有关注的朋友关注我的视频，我的视频呢会持续的推出，和你分享退休的生活，也表达对生活的一些感知感受。下一次再见，拜拜。